我们的外交部对人家去靖国神社，然后说尊重日本对历史的看法。请问外交部，你是不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啊？请问外交部承不承认8年抗战啊？包括赖清德啊？请问有没有8年抗战？中华民国，你是不是认为台湾跟8年抗战无关啊？讲清楚一点嘛！日本来打中华民国，这个应该是确定的吧？这还有多元历史的空间哦，那你还当什么外交部啊？好，不仅是对美国不要太相信日本呢，我们来看到815呢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那今年高市呢也是打破惯例，不拜靖国神社。好，那执政党内部就普遍认为啊，为什么高市会放弃815去参拜靖国神社呢？这应该是出于对日本政府意愿的考量，因为川普政府不希望啊在秋季期中选举前恶化跟中国的关系，但是高市本人没有去拜靖国神社，但是自民党的党4亿却全部都去拜了。好，那这样有差吗？来看到呢，有谁去呢？小泉进次郎还有小林英姿都去了。这是自民党这个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16日前往东京靖国神社参拜，那么其他的4名阁员包括了小泉还有儿童政策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还有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成长战略担当大臣通通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了。那就有自民党员说啦，干事长在内的党内高层在这一天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过去几乎没有先例，过去是谁？都是总裁去拜的嘛。结果现在高市不去了，但是党内高层去了，所以有用吗？没用啊，大家还是很不开心啊。尤其是中国跟韩国都表达了强烈不满。要知道，这是在2战时期的时候都被日本给殖民统治过的。那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的外交部说，我们尊重对历史的多元看法。真的是我们的赖政府怎么样？看到日本就软了嘛。那我们来看看南韩，南韩的李在明他是怎么样？他是相隔16年要重启国家委员会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而且还要追究其历史责任哦。而且不仅是对日本很硬啊，对美国也很硬，直接敢对川普 say no。来看到川普之前就说啦，说他要大砍美韩军演，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跟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之前就已经不满美国同意跟南韩举行军演了。那考量到这个现在来不及取消，所以我就只是说大规模的缩减军演。而且啊，他更不爽的是什么呢？他最近询问南韩总统是否愿意加入美国一同推动伊朗去核化，结果南韩直接说不了，谢谢所以现在他不高兴南韩给他吃了闭门羹吗？但是有没有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美国已经分身乏术了呢？因为他既搞不定伊朗，又打不赢美国，甚至不想让北韩再添乱，所以干脆大砍美韩军演吧。希望这件事情默默的来进行。那日本，你这样还指望美国吗？美国都自顾不暇了。来看到日本的外交，高市上任10月上任以来呢，已经去访问了11个国家嘛。那他的重点当然还是关注美国等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东南亚伙伴。但是中俄呢，却是持续的对日本来进行逼近。我们来看到啊，普丁呢，他在南千群岛的登陆演习它不是这个日俄双边主权的争端，而是呢中日两国协调一致向东京施压行动的北部阶段。那么俄中的两国军队一直在演练如何在北东南海域来联合亮相。甚至我们来看到了中日现在过招台湾有事，那日本是如何没有办法真的去让台湾有事呢？来看到呢，俄罗斯甚至根本就不用去打击日本，只是要怎么样？刚好开展一系列围绕南千岛群岛、海参崴还有勘察加半岛的军事动作，就已经让日本呢陷入了被侵略的恐慌了，导致自卫队他不仅没有办法去介入台湾有事，可能反过来要求美军驰援，最终呢就促成了台湾有事的万人响应，无人到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根本也是自顾不暇嘛。如果中俄真的是联手来侵略日本的话呢，那怎么可能还去管得了你台海呢？但是你想要去这个来户籍自己的地方，恐怕美军也是不会去驰援你的。好，那现在所以高市不去拜靖国神社，可能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就是不要去得罪中国吗？我们请教亮哥。
我觉得高市去不去差别不是很大啦，主要是高市如果去，那就完全没有下台阶了啊！中国大陆一定要动手。坦白讲，这个党4亿都去啊，而且里面小渊进次郎是防长他是防卫大臣啊。那高市本来就每年都去的啊，只是他现在接首相没去而已啊。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你们都一样的啦，差别只在于留一点空间啊，不然大家都没有缓冲的空间了。我们的外交部对人家去靖国神社，然后说尊重日本对历史的看法。请问外交部，你是不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啊？请问外交部承不承认8年抗战啊？我们外交部可能要回答一下吧，包括赖清德啊，请问有没有8年抗战？中华民国，你是不是认为台湾跟8年抗战无关啊？讲清楚一点嘛！如果你认为你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跟8年抗战有关，有历史多元看法的空间吗？就是日本侵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跟日本抗战啊，就这样啊。那至于是打8年还是打14年，那是国共不同的看法。可是日本来打中华民国，这个应该是确定的吧？这还有多元历史的空间哦。那你还当什么外交部啊？你干脆就说我不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讲清楚嘛。从这种言论，我们就已经看清楚了，民进党不是中华民国政府嘛，他是台独政府嘛，你跟中华民国无关嘛，这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不是在讲台湾人民是在讲政府你说台湾人民很多人跟抗战无关，这个我同意啊，可是你是政府啊，我觉得这个川普对韩国大概就是要他出钱了，因为那个伊朗的重建基金3000亿美元，日本跟韩国都要出钱的。据我了解，川普跟日本要1000亿美金哦。哇！所以本来我们的想法是，大概也跟韩国要个几百亿美金吧。那可能李在明不愿意了，所以他就开始拿一些方法来整你了。然后这个北方四岛的问题啊，其实这一次发生是蛮特殊的。普京是穿军装。然后搭巡洋舰直接到泽捉岛。2000年到现在，普京这个当国家领导人26年第一次。诉求是什么？诉求说要确立2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所以摆明了，俄罗斯是呼应中国的主张嘛。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呼应俄罗斯的主张，所以北方四岛是俄罗斯的，然后琉球不是日本的，一定是这样嘛。所以我认为中俄大概要在这个日本的周边岛屿开始做文章了。那先是确认中俄的共同立场，就是2战之后国际秩序，日本的领土就只有那个4个大岛啊。北方四岛本来就不是你的啊，这是2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啊。那接下来中国会不会质疑琉球啊？说琉球也不是你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待我们拭目以待啦。我觉得俄罗斯也不排除接下来就要开发北方四岛。那搞不好欢迎中国大陆上去协助开发旅游区了。然后俄罗斯就开发那个天然气嘛，那日本我看不知道怎么办，美国有站进来挺日本哦，那中俄一定会质疑美国嘛？那2战秩序是什么？你告诉我。2战之后，日本的领土
就只有那4个岛啊，所有的外岛都不算啊。你美国怎么可以支持日本拥有北方四岛？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了现在呢，在北方四岛的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啊。不过现在美国跟南韩的军演要来大规模的缩减，真的会影响吗？我们来请教张年廷将军。这个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我认为我们的外交部，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要严正抗议，因为我们在8年抗战呢，牺牲了国军将士321万6千多人，这个生命呢非常宝贵。我们光讲飞行员呢，就上升了，在学洒长空就2400多人，哇，那个飞行员呢，几乎有了整个旗班呢，飞行员呢，全部空中阵亡。都没有同学了，我同学都牺牲了，打到牺牲，所以我们的外交部要严正抗议，那个让我们这些牺牲的国军将士啊，血没有白流，要这样。另外来看，尤其台湾要最严重抗议，因为日本统治台湾，日本占据台湾50年，50年1年12个月就600个月，杀了600次的228事变的人，我们中华民国要日本认错道歉，然后比照228赔偿，要这个样啊？怎么是轻松就带过了？我们的慰安妇，你看我们的日本呢，除了在台湾拒台50年烧杀掳掠啊，还有我们的慰安妇，我们是不是要日本认错道歉，甚至还要赔偿？是不是这个样呢？你看我们多少的在他同台50多少抗日事件，这些我们让我们这抗日烈士啊，鲜血不要白流，不要白流，也其中包含很多的原住民同胞，所以我认为我们政府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每一年的时候，这个抗战胜利纪念日，不管是8月15号也好，93也好，都应该提这个，甚至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我们都应该提出来。历史可以原谅，但是绝对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去在历史上打迷鼓仗，不可以。所以我就认为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在1945年，民国34年，台湾光复，日本把台湾劫掠一空，国民所得每一个人每一年50块美金，几乎是全亚洲最穷。经过国民政府到台湾整军经武，现在国民所得超过35000块美金，增加了700倍。所以我们来想，日本对台湾来讲，只有奸淫掳掠，并没有对台湾有多大的贡献？没有啊！我认为歌颂日本人就是侮辱国军牺牲的国军将士，这个歌颂日本人就是污蔑我们台湾同胞，还有我们这些被日本强拉去的这个慰安妇。再来，我们先来看日本最怕的，其实日本蛮怕俄罗斯的。我们可以从3个，日本面对俄罗斯有3大压力。第一个，地缘压力，因为日本的西方隔个日本海隔，就是对面就是俄罗斯，北方4岛。俄罗斯叫做南千岛群岛，这个俄罗斯很会打仗啊。俄罗斯在最后面的是2次大战结束之后，这个欧战结束了，他整个兵力向东转移到西伯利亚，2天就把日本拿下来。日本关东军加上伪满洲国的军队，总共99万人，立刻向俄罗斯投降。我们知道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呢，尤其是在这个沙皇时代的时候，这个日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那个尤其是在中国东北的旅顺岛有203高地，日本要去攻占俄罗斯的这个在我们旅顺岛的203高地，这个乃木希典大将1天就拿下来了，说1天，结果打了半个月还拿不下来，俄罗斯死守203高地，日本就是哇，这俄罗斯好会打仗啊，是这样的，才得到一个非常这个惨痛的教训，所以他很怕。第二个，军事上的压力，因为俄罗斯是军事上非常强，是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世界上第2大军事强国，那对日本的威胁是非常大的。第3大的压力呢，我认为就是这个历史上的压力，因为俄罗斯跟日本之间呢，历史上的是纠葛，还有这方面的历史上的仇恨蛮多的，所以其实日本也非常忌惮俄罗斯对日本的压力，反而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在这一方面没有像对俄罗斯那么的紧张，那么的压力那么大，这个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看法。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高市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党内的高层全部都去了，那这样子能够抚平北京吗？我们来请教严正声老师。我觉得当然不可能啊，对于安抚北京或者是首尔啊，那只有在台湾我们没有看，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可能这些官员要再吃一点钙片啊，真的是没有一些伎俩啊。那你可以讲说我们不同意日本的内阁官员参访这个靖国神社，然后呢，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效应那要由他们自己来负责就好了。我觉得我都不敢讲说要求我们的政府说反对，我只要说你至少要说你不同意他们这样的做法吧。然后呢，他们这个自食其果的，那就是由他们自己负责。我觉得这个大概应该是最基本的态度我们都没有期待说你可以像北京或者像首尔一样这么强硬因为天生你就缺钙，没办法那但是呢，我觉得你看韩国，看到大陆，就知道这个日本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情节给化解，你今天再去搞军国主义，你认为你这是因为你有一种besieged 的 mentality， 就是好像被包围了，不安全了。但是这个不安全的感觉是怎么来的？你应该去追根究底，就好像台湾现在每天在那边跟对岸担心什么？那你有没有想过？担心对岸武力犯台，那你有没有想过跟对岸有一个谈判，有一个避战的一个方式？也没有。日本现在跟台湾是差不多的状况，就是不去检讨你的问题所在，而一昧的相信说，只要我把军事提高了，可能就可以化解这个冲突。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我们刚刚提到，两位都提到，你俄罗斯今天如果要回来就是再回到这个西伯利亚这边，回到这个太平洋这边，对日本绝对是一个大的威胁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1980年代，那个时候讨论的是什么？是日本跟美国跟俄罗斯当年的苏联之间的等距外交，然后呢苏联还要考虑要把北方四岛还给日本80年代是这个考量的那时候讨论了好多所以什么这个折桌啦、慈武啦，我们那时候学了很多。可是现在看一看当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还占领过库页岛的南半边整个千岛群岛。那现在俄罗斯是全部要回去，而且不可能还给你了。那我相信这个刚才是亮哥在讲说，这会不会中国帮他去做旅游？中国没有，我觉得交给韩国去处理一下海带倒是真的那边海带是真的不错的海带对这个北方四岛的海带真的是很棒的海带那可是我觉得日本今天大概就是你80年代你比较不是一面倒向美国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拿回来。对不起，现在我可以跟他讲说 sayonara 拜拜了没有了。好，不止日本自顾不暇了，现在美国军方也是这样子。来看到最近他们的船舰呢内部的问题频传首先来看到呢这个林肯号航母已经在战区停留200天了，传出所有的士兵呢都非常的疲惫，甚至有很多上精神问题那么美军司令就登舰来为大家打气啦。好，这个司令呢古博他15日视察林肯号航母，那他也盛赞这次的部署是现代最具作战强度也最具影响力的任务之一但是美国官员也说啦，说林肯号目前的情况对战时部署而言呢，并不罕见但是他同时承认说，确实啦，数个月都无法靠港的话呢，会对舰上的官兵造成压力。好，那现在要去来接替这个林肯号的呢，就是华盛顿号航母了。但是会不会去没几天又不行了呢？因为我们来看到照片哇塞，这个华盛顿号上面的照片呢，看到呢它的锈迹还有污垢以及肮脏的厕所，都引发人们对这个航母状况的质疑，很担心这个舰上的生活条件。那么调查员也分享了照片，显示说，这个预测地板脏乱不堪管道呢也锈蚀的严重，甚至马桶里面呢还流出了这个褐色的液体，所以会不会呢去一下又回来了又不行了呢？
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呢，全10号，之前呢也是要到中东去部署嘛。那现在网络上面流传说全10号上面呢，女兵是没有卫生用品可以用的耶。这么夸张？如果连卫生用品都没有的话，你要他们怎么去打仗呢？那么美国海军第5舰队现在就出来澄清啦，说该舰自3月离开圣地亚哥之后呢，有进行了4次靠港啦。说距离上一次靠港是不到2个月的，所以舰上的商店跟医疗室呢，都有足够的女性卫生用品的啦。但是为什么会传出这么多的问题呢？其实还是就是因为你川普打了这场仗嘛。是不是你伊朗战事重伤了你美国的元气呢？就连伊朗呢，现在也骑到了美国头上，寄出了3万美元杀美军的悬赏令。来看到呢，他说如果你杀了美军的话呢，会给你将近新台币96万的奖金，鼓励民众去辱侮这个美国军人，而且还说如果是由女性完成行动的话呢，这个奖金直接给你提高至2倍耶。好，不仅仅如此，美国现在呢很难打这场仗，因为他们自己的战略石油呢也快要耗尽了。来看到呢，美国呢正在释放1.72亿桶的石油，导致他们的库存减少。那么释放完毕之后呢，库存石油大约是2.43亿桶，这个是自1980年建立以来战略石油库存首次跌破了3亿桶，所以是快要耗尽了吗？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说川普的民调能好到哪里去呢？来看到期中选举的最新民调曝光了超过半数的美国人都认为他们自己变穷了。53%的登记选民表示自身的财务状况出现了恶化。选民呢也在通膨议题上呢，更加相信民主党，甚至有2/3的登记选民认为美国的经济正走向错误的方向。不仅如此对内通膨很高民众很苦对外美元霸权也快要不在了。来看到呢，美国美元的融资太贵，重建资金太缺，让利比亚银行呢，转向了人民币要来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并且透过发行熊猫债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而且呢，这不是非洲先例包括了埃及2023年也是发行了35亿永续发展熊猫债，而非洲进出口银行在2025年也发行了22亿的熊猫债。所以这就是美国正在面临的现实，是不是它的霸权地位已经不保了呢？请教亮哥。这个林肯号航母它在海上已经260天，8个半月那因为它在阿拉伯海，那因为巴基斯坦严守中立，所以不愿意当它的补给港，然后它能够补给的港口几乎都被炸坏了，所以林肯号它在很少见就是美国只好帮他用空投用飞机空投粮食干嘛？就是这个航母的士兵本来应该是吃最好的，结果林肯号已经，因为它没有补给港嘛，不然应该是要靠补给港，然后做大量的补充就有人把那个舰上吃的东西拍出来贴在脸书上面嘛，真是可怕。所以你去想一想，它的海上已经260天，华盛顿号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华盛顿号就是从日本军港开出来，现在才第3个月，90天而已了，所以我认为是绰绰有余了。除非这个战争还要打1年不然林肯号现在不那个华盛顿号现在过来，然后让林肯号能够回家我觉得他至少可以待个3-4个月没问题了坦白讲，美国向来的规定都是半年就该轮调了，所以这次真的太过分了，因为林肯号不只是时间超长8个半月，而且没有补给港，所以本来应该是吃最好的，结果现在变成跟乞丐兵一样所以怪不得会抱怨连连。不过坦白讲，我看到这个华盛顿号的厕所，这个我坦白讲，我真的吓一跳，真的很脏。华盛顿号是1992年服役的，哇，34年。林肯号是1989年服役的，
37年啊，这我觉得没有办法了。美国啊，新的航母真的很少，像那个福特号，好不容易是新的，结果厕所不能用，洗衣房又起火，所以我觉得广义讲，赫格塞斯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航母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资产。你怎么会这样轮调呢？劳逸不均非常明显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防部长根本就是完全没有能力了。你管理能力可以离谱到这个程度啊，让这个现在很多人不敢当航母的士兵啊，本来是吃最好的啊，薪水我觉得应该也比较高，结果没想到要受这种苦啊。这我看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了。因为美国航母到中东啊，轮调是非常正常的，就这是伊朗战争陷入这种极端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防部长要负极大的责任。不仅吃不好，连女性都传出卫生品不够用了，所以这场中东战争真的是快点结束吧。现在美国的船舰出了大问题吗？请教张将军。我认为它的调度出了问题。那在上一个就是福特号的航空母舰呢，在海外滞留执勤总共326天，破了越战以来的记录。那这一次的这林肯号航空母舰呢，到这个礼拜啊，因为它是去年11月21号出港啊，那到这个礼拜啊，就8月21号就满9个月了，那就会很久9个月，9个月的这种执勤，谁能够受得了？那面对的这些压力，生理的压力，我认为还好解决，心理的压力很难去排除。所以我们在古时候有一句话，大家说这个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3个月就已经要家书抵万金了。你们看到家书啊，这个潸然泪下。那9个月，9个月看不到这些陆地，你看这海上汪洋大海，它压力多大？而且美国有战争加急，美国战争加急啊，1个月新台币啊1万块。美国你只要打仗执勤，作战执勤2件，第一个战争加急，7500到15000块，上校15000块了，平均就是1万块。士兵、士官、军官拿了战争加急是不一样，平均就是1万块台币，不多1万台币谁在乎？第二个，你只要有当月只要有1天是实施作战任务，整个月是免税的，就免税了，你就免税，就是一有作战任务，你这个税是。你所有拿的这些薪水加急全部免税，就是2个。那我认为，那个他的作战加急不多，才1万块钱新台币。一般来看，大家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心理上得到一个很好的慰藉。那我们先来看，那为什么这个调度出了问题？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啊，都可以那边。他们舰上有心理医师，舰上有军中牧师，都在做心腹，但是问题都。每一个人都到达极限了，你的军中牧师都没办法了啊！大家感谢上帝，吃饭的时候先祷告，但是受不了了，你叫我祷告9个月，天天吃这些吃淡饭，又是吃那么差，因为作战之前应该吃的最好，对，因为埋锅造饭吃饱打仗，没错。结果你给我吃那么差，我作战呢，我作战执勤呢，所以美军的还有另外的，它的综合补给舰是不是出了问题？综合空投只有少量的食物，你综合补给舰上去。哇，那个新鲜的食材通通来了，为什么没有综合补给舰没有到呢？我认为不让你补啊。那他从其他地方过来啊，你不哪怕是从好望角过来，我都要注意到这5000个官兵的这个肚子啊。对了，这是很重要的。甚至现在连泡面都没有办法运过来吗？好了，看到美军现在真的是出了大问题吗？请教严老师。我想这一次跟上一次福特号的情况，我觉得最大不同啊。这次 CNN 的报道非常多，非常彻底，就是表示说这个状况已经累积的太严重了。因为如果说上次福特号有这种情形，你怎么还会允许第2次发生？我觉得大概是这一次爆出来最多的，然后就有一大堆的这个军人的眷属的这个抱怨的信啊，什么各种影片都出来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川普政府或者赫格塞斯，你们不能完全忽视这个。光是这个，你的士气不够，你怎么能够来对抗伊朗啊？那我觉得这个
在这个状况之下，川普你还要搞期中选举，你看到所有的议题，包括对于战争的议题，包括对经济的议题，经济的议题通常都是民主党的弱项啊，因为共和党说每次是讲说啊，民主党只会浪费钱搞社会福利，啊，共和党减税啊，会让经济提升，结果现在看起来大家更信任民主党。观众朋友，今年是选举年，又到了吃芒果干的季节。好，来看到呢，民进党才喊要戒备 AI 戒选，结果呢，我们来看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呢，又开始加码了，说中共有5大战线已经全开了，还说这个5大战线呢会内外夹攻逐步的用香港化为代价换取和平的话呢，那就是等于我们变相投降了，甚至还说这个5大战线全开已经渗透台湾超过30年了。好，不仅仅如此就连陆委会的预算被砍呢，也都是中共的阴谋。好，来看到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是终于完成3读了嘛？那各部会的媒宣费用被删除了50%，其中呢，陆委会它的幅度是最大的，原本编列了1294.8万的媒宣费，直接被砍到1150万元，等于呢只剩下了12%。那陆委会就说啦，这样子会严重影响他们资讯收集还有反认知战宣传的业务。确实啦，陆委会是非常会对台湾人来进行认知战的，所以现在预算没了，我们就看看，陆委会要怎么样继续认知战，反认知战，我说错了是反认知战。那这件事情呢，欧小丽也很不满因为一直说都是帮中共来审预算，所以呢，他现在也提告了，说他这一次审预算，梁文杰竟然说我在帮中共审预算，所以他已经正式告发。那梁文杰也说啦，他尊重欧委员提告的权利。好，那一样被删减的呢，还有军用无人机的预算。我们来看到呢，这件事情就被媒体报道说，中国近期是借由统战部、国台办这2个系统，采取复式动员的方式，对台湾政界友好对象施压，阻挡军用无人机的预算。好，所以民进党团就说了，这些就是中共最大的威胁。但是我们去挡你的军用无人机预算，是因为你的无人机真的有买对吗？我们就来看看对岸的无人机有多厉害央视呢就曝光了一个黑科技，他们竟然研发出新型竹基复合材料的无人机，用竹子去建无人机，这个成本竟然是传统碳纤维的1/4，而且它的机身呢减重了2成，续航提升了2.5%，它的翼展呢2.5米。整机才7公斤而已，而且它的平飞速度超过了100公里，续航能够到200分钟，而且呢，竹子天生就是雷达波的这个材料所以敌方呢是很难侦测到它的。那现在江西抚州的竹机翼无人机呢已经完成起飞了，高空悬停还有超视距飞行呢，全部都轻松拿下了。你看看对岸的这么好用，那你台湾的有买对吗？是不是又要跟美国买一些其他国家不要的无人机呢？甚至如果对岸真的打过来了，美国会保护台湾吗？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最新研究就说啦，川普第2任期以来呢，美军公开穿越台海的次数是大幅下降了。按照目前的速度推算呢，全年恐怕只有14次而已，较他的第1任期减少了1半，也较拜登政府时期大减了6%。好，但是现在在中国对台湾军事胁迫持续升高之际，这样子公开的台海航行锐减，可能会削弱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还有军事合作，甚至让北京认为华府正在逐步的退出台海所以你美国都不想来了，你还整天骂中共最会认知作战的是不是就是你民进党呢？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个传统基金会这个是片面的事实啦。美军穿越台海变少，一样中共解放军的军机、军舰绕台也变少了，或者跨越中线。那这个很多人都认为是川普访问中国大陆，川习会的共识就是
中美共管台湾嘛，那中国也要拿出诚意啊，美国也要拿出诚意啊，所以双方都有一点往后退了。中国大陆最近更多的是海警船，而不是解放军啊，也就是说军方做的动作变少了，比如说跨越中线的军机，还有绕台湾的军舰都变少了啊。那取而代之是海警船嘛。那如果军舰有在动，那是往日本那边去了，或者往菲律宾那边去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明显的啦。所以你看这次那个美国的国防部次长科伯基，他去的地方就是越南、菲律宾跟印尼嘛，他就在讲南海，他就没有去讲台海了，就觉得台海太敏感了，他也不想得罪中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中美各退一步，然后联合来共管台独了。那这个对谁最不利？最不利的就是民进党嘛，因为芒果干卖不动了嘛。你现在要去讲说抗中保台，中国大陆事实上那个越中线的飞机啊，次数也减半了。跟美国一样啊，美国越台湾海峡也减半了，所以是同时发生的，这样你就比较能够看清楚目前正在发生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民进党这么急啊？北戴河也是胡扯啦，一大堆啊，每天都在搞什么到大陆旅游失联的人数有多少啦？民进党急了啊，因为抗中保台打不起来啊，哦。那民居正讲那个没有用啊，因为那个不是武吓啦。如果不是武吓，你讲政治的，还说渗透台湾30年，那就马英九任内也一样咯。所以没有差别啊。这并不是因为国民党执政或民进党执政才有的现象嘛。所以这个就不用去扯什么中共同路人啊，他始终如一啊。中国大陆就是要统一台湾啊，这还有争议吗？他本来就是用1国2制啊，所以把台湾类比成，顶多就是比港澳要高一点吧。这个有意外吗？这没什么好意外的吧？只是台湾不接受吧？台湾不是只有民进党不接受，国民党也不接受啊。所以两岸的僵局是在这里嘛，哦。所以我觉得讲话要公道啦，然后又扯到无人机。国民党不是没有提无人机特别条例，国民党的预算比你民进党还要多，国民党是6年，1年400亿，总共2400亿，你民进党才2100亿啊，所以你到底要鬼扯什么？什么国台办在施压，叫国民党不要通过无人机？那请问国民党怎么会提出2400亿的无人机采购预算？根本跟事实不符嘛。所以你现在去鬼扯这些啊，都没有用啊。所以你看赖清德想通了，搞抗中保台没什么用啊，还是花钱比较有用，普发1万最有用。所以这件事情也真的是看得出来，这个无人机啊，我们真的是能够追上对岸的这个车尾灯嘛，连竹子的无人机都已经有了。我们来请教张延廷将军。中国大陆这无人机发展，它是一直很推陈出新，所以不会这个原地踏步，都具有这个我们讲到的前瞻性或者是一种这个前略性。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竹子无人机啊，它会有3个特，第一个它雷达不容易发现，因为竹子做的合成材料竹子。那它真正能够反射雷达波是里面那个小小的引擎，因为它机身这个合成材料竹子，机翼还有后面的水平尾，还有后面的方向舵也是竹子做的，根本没有雷达波反射，然后只剩小小的一个马达会雷达波反射，可能这雷达由局部的零件可能也是合成材料。那这样的话，它的这种逆中性还有渗透性的功能就强了，你雷达看不到，它无声无影就跑过来了。那一跑过来，
因为它的续航，第二个就是它的续航时间长，因为竹子做的轻，一轻之后呢，这个航程就远。你如果是200分钟的话，可以飞到大概300公里。那台湾海峡大概平均宽度200公里啊，最窄的地方140公里。那可能我们都要考量到这个无声无息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蚂蚁雄兵或蜂群战术的无人机是竹子做的，那你怎么去发现？这困难度就高了，这种渗透性也就强了。那第三个呢，因为它这个一量产之后啊，它就这个数量就多了，那这个奇袭能力，现在它做的速度为什么会快呢？3D 列印，因为合成材料加上3D 列印，那就快。组装它不是这个人工拼装，这个 AI 一合成一组装，可能是数以百计、数以千计、数以万计。那这种蚂蚁雄兵你怎么样去应付？这就困难度就越来越高，因为它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我们讲的另外一种创新。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台湾的国安高层，我认为我们的创新性不够，都比较保守，没有前瞻性，都是以未来的战争来规划现在的战争，都是以过去的战争来规划未来的战争。你拿过去，那现在新陈代谢的脚步那么的快，你怎么去这个设想未来？你还在拿过去，我认为这就不宜了，这会把大量的很珍贵的国防资源这个浪费了，你通通浪费到不必要的。那真正的前瞻性你没有去做，那这样未来战场是非常严苛严酷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大饼就是那么大，会有排他性排挤的作用，那这问题就很重。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国安高层要走上专业性，要好好来做研究研发，把心静下来，而不是都是政治化。你都政治化，都没有走向专业化，那我们目前的国安的现象、国安的窘局就已经产生了。所以被看到对岸呢一直在超前，我们称呼其后，然后莫以奈何，也没有办法这个迎头赶上，更没有办法并驾齐驱，那你怎么办？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再其次，我们来看就是讲介选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民进党一直讲3大介选，第一个会 AI 介选 ，AI， 因为 AI 啊，它会从发射这个做一些这个中央厨房网络上的这些讯息。那我们的这个数位部是干嘛？数位发展部做什么呢？赶快去做啊！有这一方面赶快去做，结果没有。我认为很多是无的放矢。那第二个，他会讲到有资金介选，资金会进来，那为什么国安的高层、国安单位又不去做呢？比如沈伯洋他爸爸沈土城在大陆大捞人民币，为什么不去查办呢？为什么不去查黑熊学的资金有没有问题？沈伯洋来选台北市市长的钱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大陆的钱？会不会有这样？不然他父亲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不拿国安法来办他们呢？很多民进党很多人在大陆捞人民币，那为什么不严格查办？有国安法嘛，按国安法来做，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个松松带过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第三个，他可能会讲媒体介选，那媒体怎么介选？那赶快就去做嘛，有国安法嘛，大家依法严办才对啊。那只是在那边讲，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放空话？这样子很容易混淆人民的判断，因为人民大部分我们社会大众都在赚钱、营生、上班、下班，都在做这些事情。他很多事情是来自于媒体，生活相对于他来的资讯，希望能够及时的、方便度高的、传播性快的，他是希望这样。那为什么不办呢？所以他认为这种无的放矢，我认为就没有意义，这只是一种政治的操弄。那我认为赶快去办，既然有这一方面的现象，有这方面的讯息，那就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到底是怎么回事？把它好好的严格办。结果一直在放话，你这放话的原因在哪里？又是个政治操弄。我认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赶快这些国安高层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好好的来办理不要分党派，不要说民进党了就不办了，这个睁一只眼闭一眼就从中带过。民进党那么多人到大陆赚钱，好好的去把它查一查嘛。不要分党派来办，而且不要陆委会跟国防部的，只要任何的预算被删，通通都说是中共的阴谋。好，是不是只要不顺民进党的心，全部都是中共的阴谋呢？请教严正声老师。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民主国家你批评一个民主政党，反对的势力批评，不代表我们譬如说今天对民进党不满意或批评他，那就一定是中共的同路人。
对不起，我们也批评中共的啊，就是你。批评你不表示我一定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啊，我觉得这一点，民进党就是喜欢把它一分为二，好像你只要不站在我这边，你一定是中共的同路人。对不起，有很多不是中共的同路人，但对你也有批判啊。我觉得这一点他一定要搞清楚。第二个就是有关无人机啊，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哇，我因为我在做非洲研究，非洲。像在乌干达这个地方哦，他们也是因为金属贵嘛，所以他们做脚踏车那个架子全部改用竹子做啊，就表示第一个竹子够牢哦，跟一般的木头很重，竹子很轻，但是又很坚固，然后再加上刚刚将军讲的不容易被侦查到。如果今天大陆发展这个，那不得了，对不对？熊猫我不知道粮食会不会不够哈，但是基本上这个。如果再用，对不起啊，再用陶瓷的引擎，那我不知道真的查得出来，查不出来，就是会不会完全根本侦查不到了？因为我也知道，我有朋友他们是做陶瓷引擎的，因为陶瓷可以耐高温，但是容易碎。但是我觉得你碰到这个无人机就无所谓嘛，不是一般的飞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担心的。但我最想讲的还是这个，就是美军啊，穿越台湾海峡，好像感觉上有少。那我们在台湾常常最爱讲的就是我们住在一个地区会讲说，舰警率，对不对？那美军就好像是假设今天美国这个船舰来了台湾，就表示我们看到了警察来了。美国不是全世界的警察吗？那就是我们看到警察来了，舰警率很高。但是假使这个地方治安还不错，警察可能就没有需要一定要来。刚刚亮哥也讲了，可能最近解放军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动作也小一点，可能是海警船啦，但不是正式的解放军或者这个解放军的空军来，所以基本上美国的舰警率，我们在台湾看到它并会少，但是这样子，我觉得也符合川普他继续要跟习近平来谈的时候会比较好谈，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习近平跟川普有缓和，可是。如果今天美国持续在这个地方还在有这么高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活动的话，那对川普来讲就等于是你言行不一致，但让他跟习近平的谈判会比较吃亏一些啊。那我自己就是说认为说，美国的我们看到这个舰警率很高，好像是对台湾那样有保障。对不起，美国还有一个根本就住在你家隔壁，包括沙烏地，包括这个海湾国家。结果一点用都没有，伊朗照样打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舰警率，因为这个是心理感觉嘛。我们在台湾也是嘛，每次说好像都看不到警察，希望有警察在，警察在不一定啊，警察搞不好包庇犯人你怎么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相信美国的这个在台湾海峡出现就一定对台湾的安全有个保障。